如果你有空陪我过个冬，这花朵像肆意的寒风，我不会感动，不会到保重，你有多想我无动于衷。今天离开珠海，飞往长春。这是从飞机上看到的珠海。现在飞到了北方，下面白雪皑皑。在空中飞行了4个小时，飞到了长春。从零上20度的珠海到零下20度的长春，温差将近40度。这里天黑得很早，不到4点太阳就快下山了。这次我们一行5人从机场直接自驾，当晚准备住在吉林市的雾凇岛。路上的落日还是挺美的，现在刚刚4点。这次我们一辆车挤了5个人。这里天黑的实在太早了，4点半月亮升起来了。不到5点钟，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这次东北之行的第一站是吉林的雾凇岛，看雾凇。1个多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驻地。雾凇岛被称为在吉林看雾凇最好的地方之一，住在了雾凇岛旁边的农家客栈。现在室外零下20度。这是一家当地人开的客栈。老板一家非常热情，马上开始给我们准备晚饭。来看看我们住的房子，这里的普通标准间含早餐140，地暖、卫生间还是比较全的。今天的晚餐火锅，这是当地的乌拉火锅，我们要了个280度的套餐，又加了2个炒菜。老板又送了血豆腐、棒碴粥。捞起来，再来捞起来。发点过来。高一点呗，高一点。可需要吗？我用我的碗就行了。有我吗？老板家今天挺热闹，住进来一大堆人，好像他们还在这里开了联欢会，去看看他们的热闹。他们的联欢会一直开到10点多。因为要去看日出，6点20我们就吃早餐了。看看我们的早餐，这个早餐没想到这么丰富。早主早。 7点钟天已经亮了，老板说开车带我们去河边去看日出。看远处的太阳就快升起来了，车窗上结满了冰霜。好在这里的路还算比较好走。其实看日出的点就在我们住的河对岸，需要绕一座桥。雾凇算是中国4大
自然奇观之一。雾凇岛这边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基本上冬天每天都能看到雾凇。我们现在来到了河边儿，远处的太阳好像就要升起来了。因为穿的都比较厚，所以早晨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冷。你给我甩，我假装往那儿走啊！你在这就在这儿，你在这不动，太阳我在那儿去，我在镜头里啊，我下去。我在指导同伴怎么拍视频。我一般边走边指挥，看看拍的还是非常稳的。我准备走到河边，让他给我拍一个远处的背影，而我自己也同时边走边拍。这样剪辑出来的画面就比较多样。这是松花江，这段松花江并没有结冰，说明水温还是可以的。水面上升起了很多水雾，这些升腾上来的水雾遇到寒冷的空气，就在树枝上凝结成霜花，白色的霜花。在气象学上，这就叫雾凇，一般也叫做树挂。所以树上白色的东西并不是雪，而是雾凇。而吉林雾凇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曾经吉林雾凇和长江三峡、桂林山水、西南石林被评为中国4大自然景观。现在太阳完全升起来了。这次同伴还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个大白帽子，确实戴上后非常暖和。看看江面上的日出，如果你有空，陪我过个冬。这花朵像肆意的寒风，我们互相在这里拍照。我不会感动，不会到保重。你有多想我无动于衷？这样好看。我以为会不同，学了几遍从容，无师自通，眼看你曾说的心疼，曾深拥过的梦，我倒想问，这算哪门子喜欢？这是这次同行的2个女同伴。雪下的时候是想念的汹涌，雪停的时候大概扑了空。你千万别念旧，别对我宽容，我多半会心痛。雪下的刚好提醒我抱不到这白色的外表，多想在求饶。那冻裂的伤口还需不需要你治好？沿着河边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雾凇。我以为会不同，学了几遍从容，无师自通，眼看匆匆。给同伴拍个小视频。你曾说的心疼，曾深拥过的梦，
这棵树还是很漂亮的。这算哪门子喜欢？雪下的时候是想念的汹涌，雪停的时候大概扑了空。你千万别念旧，别对我宽容，我多半会心动。雪下的刚好提醒我抱不到这白色的外表，多像在求饶。那冻裂的伤口还需不需要你治好？雪下的时候是想念的汹涌。前面的2棵树也比较漂亮。大概扑了空，你千万别念旧，别对我宽容，我多半会心动。雪下的刚好提醒我抱不到这白色的外表，多像在求饶。那冻裂的伤口还需不需要你治好？雾凇岛是松花江上一个自然的江心小岛，里面环境还挺美。这个景区现在是免费的，里面有一些民俗展示。看完日出，我们回到了驻地。老板家里有很多的民俗展示和大花棉袄，要给姑娘们穿上。2个同伴在这里开心地扭了起来。感觉他们住的这个大炕还挺有特色的。老太太，拍他的好看，快给我拍特写，你扭的好看。好傻哦！简直是玩疯了。老板说穿得越切越敢扭越好玩，简直变成了2个大傻妞。可能这也会成为他们旅途中一段比较开心的记忆吧。当然也可以拍得正经一些。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却永远不能够下一站去往长白山。如果你有空陪我过个冬，这里是长白山的魔界漂流。这花朵像肆意的寒风，在零下20多度的冰河里漂流，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不会到保重。这里一边漂流，一边可以欣赏岸边非常美的雾凇。我以为会不痛。600米处有视频监控。今天从吉林市自驾前往长白山，入住了长白山脚下不远的酒店。没想到这么富丽堂皇的酒店现在只有200多。看来冬天到长白山旅游价格是非常划算的。看看住的房间，升级了一个家庭房，2个人住实在是太宽敞了。窗外就是个公园，酒店门前的公园叫美人松苑，里面有大量的美人松。这种美人松也算是长白山的特色吧，以前在加拿大看过很多。公园里非常幽静，旁边还有一个美人松
国际雕塑园，有很多非常美的雕塑。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现在就是高铁刚开通的长白山站旁边。现在长白山因为开通了高铁站，从周边的各个城市过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不是自驾，坐火车过来现在非常方便。从长春过来的话只要2个多小时。这个小镇非常干净优美，而且这里很多地方都有温泉。提前过来住一晚，去泡个温泉非常棒。旁边还有个空中廊桥公园。走上长廊，这个长廊大概有700-800米。从这个长廊的观景平台可以看到整个小镇的风光，还有日落。这个观景平台还是玻璃的，往下看，小镇的自然风光非常优美，旁边有一条河结冰了。看看上面还有个小瀑布。简单在小镇逛了逛，准备去吃晚饭。小镇的晚上也是灯火通明，尤其是这边的美食街。在网上找了一家评价不错的，团购了一下套餐。铁锅炖200多。先炖着，先炖着。5个人，热气腾腾的铁锅炖，这一大锅非常的实惠。刚到长白山这里的时候，就有人推荐我去这里的长白山魔界漂流。漂流的地方离饭店只有几公里，我们找了当地人，给了我们一个半价的优惠，原价198，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折扣，100元一个人。你俩坐，我正好这样可以拍照。我们5个人分了3条艇，我和蓉蓉一条艇，红红和岛主一条艇。这样它自由飘。好美啊！会有一些坡，先注意点。我们穿上了几乎可以穿的所有衣服。哇，很美。漂流的时候还免费租用了一个长款羽绒服，大狗熊。所以即使是零下20多度的低温，还感觉可以。当然，如果来体验这个漂流，一定要穿足够厚的衣服。Hello。哦，我们没有拿奖，是不是？如果是早晨9点以前来这里漂流，基本都可以看到雾凇，非常美。太集中了，这人都。哇，太美了！哇，真的。几乎所有来这里漂流的人都非常的兴奋。这段河漂流没有难度，只要慢慢的漂就可以了。美到爆哦！船上有一个桨，如果遇到一些搁浅的地方，可以撑一撑，划一划。大部分时候，只要在皮划艇上静静的欣赏就行。有时候用力过度，这个划艇就会一直在打转儿。感觉我坐在船上像一个爱斯基摩人。
来自珠海的蓉蓉看到这样的景象，非常的兴奋。上船了。本来还想给另一艘船上的红红和岛主拍照，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踪影了。哇，没人呐，好美啊！自由的360度。阿汤，给你拍一个。看不清他的脸呢。独自一个人漂流的珠海朋友阿汤。感觉从远处的树林里露出了朝霞。看看早晨的这些雾凇，看到很多时尚的年轻朋友都来这里漂流。据说下大雪或者是极度低温的时候，这里的雾凇更美。虽然是零下20多度的低温，但是大家都不觉得时间长，甚至希望时间再慢一些，让船慢慢的飘。其实在漂流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风景区，就叫魔界风景区，不用在河上漂，是在路上走，可以看雾凇。不过绝大多数来魔界风景区这边的都选择了漂流，毕竟在零下20多度的低温里漂流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呼吸呼吸空气，都是哈气。太阳从远处树的缝隙中露了出来。这段河非常浅，感觉只有几十公分，而且是静静流淌，所以不用担心身上会溅湿。感觉这个云台的自拍好像带了美颜，好白呀！前面就快要到漂流的终点了。这边有一些很漂亮的雾凇，再露一小脸儿。终于在这里看到岛主和红红的那条船了。这时候很平稳，拍得很好。红红还给我们这条船拍了照。往后来吧，就给我了。你们的船在旋转，这份很好，后边背景也好看，还有雾凇。嗨，朝这招招手，很清晰耶。哦，呵呵
很漂亮。这样子好的，好特别。大概漂流了1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终点。我个人感觉，这个长白山的魔界漂流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旅行。如果有机会冬季来长白山，来这里玩一次漂流吧，一定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明天请收看长白山景区一日游，猜猜我是否看到了天池？这里是长白山的天池，很幸运遇到今天天池开放，看到了长白山的天池。长白山除了天池，瀑布和温泉也非常著名。今天在长白山的北景区玩了整整1天。早上从酒店出发，前往长白山的北景区，不到20分钟就到了景区门口。北景区是长白山开发最早的景区，各方面都比较完善。另外还有西景区和南景区。进入景区，首先乘坐景区的交通车。长白山景区的门票不便宜，现在的价格是190元。不过这个门票4、5天都有效，除了玩北景区，还可以去西坡景区。今天天池开放，所以景交车第1站直接拉到了天池。去往天池必须要乘坐景区的越野车，车票80元，另外负担。所以长白山天池总的旅游费用是270元。这是一段盘山公路，越野车需要开10几分钟，海拔直接从1600多米抬升到2600米，等于直接把人送到了山顶。所以在北坡景区基本不用爬山，直接把人送到了天池。这对于老人和儿童或者那些不想爬山的人来说是比较不错的选择。这就是开到天池的越野吉普。下了车有个指示牌，直接通往天池的栈道。同行的2位女伴。天池山顶是非常冷的，而且风特别大，一定要穿够衣服。他们还穿上了冰爪。几分钟就来到了山顶的天池边。这里的海拔大概是2600多米。通常我们说的长白山，就是长白山主峰山脉的这一块。最高峰是东坡那边朝鲜的将军峰，2700多米。中国这边的是白云峰，2600多米。白云峰也是中国东北地区最高的山峰。群峰之间就是天池。这个天池水深最高达到了370多米，而且只有出水口，没有进水口，所以非常神秘。能够看到天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这里经常云雾缭绕，很难见到真容。所以今天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下子就看到了天池。在这里打卡拍照留影。在天池这一块可游玩的东西不多，就是看一眼天池，就是一块观景平台，活动空间有限。不过北坡的天池因为有山峰的阻挡，所以看不到整个天池的全貌。据说西坡可以看到更宽广的天池，
不过那边要爬1400多级台阶儿，山口的风很大又很冷，所以待了10多分钟就往回返了。山顶有个休息站，可以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现在乘坐越野吉普前往下一站。长白山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被积雪覆盖，可能只有7、8、9 3个月没有雪。长白山的旅游旺季应该算是6、7、8月，会有一些高山的鲜花，天池也融化，湛蓝湛蓝的。现在来到了第2站绿渊潭。从景区交通车到绿渊潭大概走200、300米，很多人在这里玩雪。前面就是绿渊潭，夏天这里应该是很绿的一潭泉水，不过现在都结冰了，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不过上面还有一点小瀑布，瀑布都结冰了。小瀑布还可以看的。在绿渊潭停留了10分钟，我们前往下一站。这一站是温泉瀑布。这一站算是长白山北坡里非常好看的一个景点。走到瀑布需要徒步1.2公里，想爬山的雪地摩托70块钱。沿途是非常美的，所以建议徒步上山。这里有很多的温泉水。大概有多少度啊？挺暖的，反正就是20来度，就20、30度吧，反正挺暖的。长白山也是以温泉而著称的。这里修建了很多观景的栈道，还有很多观景平台。这一片叫巨龙温泉群，到处弥漫着水蒸气，雾气腾腾的，很像仙境。不过这里的温泉没有硫磺的味道，感觉非常美。只要沿着栈道走就行了。雪地摩托2分钟上山，70元。我个人建议这段还是要徒步走，一路的风景很美。这里的温泉和远处的雪山瀑布构成了很美的画面。你别再难过，一个人去远方流浪。流动的温泉水，失去的梦，可曾忘记过程了？曾经爱过，曾经为了爱无悔付出青春。我梦见你的笑脸，长夜未央的陪在我的身边。远处的瀑布基本都结冰了。穿过黑夜寻找黎明方向，失去的梦有太多的无奈，别让岁月跨过你的皱纹。
这里的温泉最高的温度80多度，可以把鸡蛋煮熟。这里的温泉鸡蛋也是特色，10块钱3个，买3个尝一下。下山还体验了一小段冰爬犁，才30块钱，我和岛主坐了一辆。下一站到了银环湖，这里也叫小天池，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拍摄基地。这里到处都是温泉。去小天池大约要走几百米，看看路边的积雪多厚。现在到了小天池，和大天池相反，小天池只有进水口没有出水口。小天池不大，现在湖面都结冰了。最后一站，我们坐景区的交通车来到了地下森林。这是一段长达几公里的原始密林，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的树木。树林里积雪覆盖得很深，这段林中徒步的距离不算近，考虑到路途有点远，天色也将近黑天了，我们没有再继续往前行走。总的来说，冬季到长白山旅游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除了景区，周边还有很多温泉疗养地、滑雪胜地，还有漂流。漂流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明天前往镜泊湖。青春吹动着你的长发，让它牵引着你。这里是牡丹江的镜泊湖景区。冬日里的镜泊湖瀑布非常的壮美，尤其是这里的雾凇和冰瀑让人惊艳。确实没有想到这里真的冬天太美了。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着你的笑脸。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位悬崖跳水的勇士。今天从长白山去牡丹江的镜泊湖景区。冬天的镜泊湖最值得去的是吊水楼瀑布。吊水楼瀑布在镜泊湖的北端，离景区入口只要步行几分钟就到达了。目前来镜泊湖景区需要48小时的核酸。跟着我一起去看看镜泊湖壮美的吊水楼瀑布。这里从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早晨都会有雾凇出现。景区里面也有住宿，所以在这里住一晚，早晨去看雾凇是最好的时机。除了自驾，也有直通车到达这里，几分钟就走到了瀑布的观景平台，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
曾让人魂绕梦间。这里的雾凇和冰瀑太美了。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也藏着万丈深渊。多少人目前这里的游客非常少，就此长眠，却不能闭上双眼。其实我们来的时间有一点晚了，雾凇就要消失了。是谁登上高高山顶，让传说继续流传？一段段，一步步，越来越近，却咫尺。这个巨大的环形瀑布像北美的尼亚加拉瀑布，一天天，不过现在都结成了冰柱，一遍又一遍，这些冰柱有10-20米高。没变。你以为这就风吹过的地方，雾凇都掉了下来。相信的人并不多。你所以如果来这里看雾凇，一定要在日出后的2小时之前来。却闪耀。现在是10点钟，雾凇已经开始掉了。聪明的、愚笨的，感觉像下雪一样。还有你熟悉的人。关上吊水流瀑布有一个环形栈道，从前面的桥可以绕到对岸去。在一念之间，山坡上漫山遍野的树上还都是雾凇。雪花飞扬，看雪花纷纷扬扬。大部分人来镜泊湖一般都是夏天，冬天来的人很少，但是冬天的景色确实太美了。都是你熟悉的人，在山坡，在悬崖，在巅峰云端，在这人世间。镜泊湖景区现在是5A 景区，冬天的门票是50元。让雪花纷纷扬扬。镜泊湖也是中国最大的高山堰塞湖。你可曾记得那雪山脚下？镜泊湖的面积实际很大，我们今天只是来到了吊水楼瀑布这一块。传说中，在那深深湖底，沉睡着古老。这边立着一块石碑，中国第一瀑布。现在走到了桥上，远处可以看到吊水楼瀑布的全景。准备走到瀑布的另一端。吊水楼瀑布的这个环形栈道大概也就1公里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瀑布。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看对面的悬崖上都是冰柱。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如果是9点以前，这边的树都是洁白的。
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颜。看看瀑布下面的水潭，都是不结冰的。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每天对面的悬崖上都会有2场悬崖跳水表演，表演者是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他今年已经64岁了，几十年来他坚持每天在这里跳水表演。每天上午是10点半表演，但是今天因为有中央电视台过来拍摄，所以提前了一会儿，第一场我没有看到。不过经过跟表演者商量，他准备为我们专门做一次表演，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等。这个角度欣赏整个吊水楼瀑布还是非常美的。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这个镜波湖的吊水楼瀑布真的是太美了，强烈建议大家有时间冬天来这里看一看。我们在瀑布边上边拍照边等跳水的表演者。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对岸看到悬崖跳水表演者出现了。这里的气温是零下20度，非常佩服这个勇士。他今年已经64岁了。他试着用块石头测了测潭底的水，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表演。这里，珠海的刘美荣，安徽的赵红。因为是专门给我们表演，所以特意叫了我们的名字。再来看一遍慢镜头。掌声！好。如果下次有机会冬天来镜波湖，一定来看一看这位勇士的表演，每天上下午2场。夏天的镜波湖被称为北方的西湖，景色也可以和千岛湖相媲美。镜波湖这个名称从明朝时候就开始叫起，因为湖面像镜子一样。不过我们这次时间比较紧张，只在吊水楼瀑布这边游玩了一下。但冬天吊水楼瀑布也是最值得来的地方。
又转回到了对岸。这里形成的冰瀑真的太美。相比较昨天去的长白山，可以说这里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所以如果你冬天来东北，镜泊湖一定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地方。最后看看用无人机拍的镜泊湖的吊水楼瀑布。下一站前往雪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这里是黑龙江的雪乡。大头高粱啊，在那西山绿水旁，门前两个大白杨，齐整整的篱笆院儿，野小草房啊。每年的冬天，雪乡就变成了童话的世界。我爸爸有事儿没事儿总想喝点酒，就算是没有菜，那也得喝2两。今天开车来到了雪乡。雪乡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市。这里一年有7个月，200天都可以见到雪。去雪乡除了自驾，从哈尔滨和牡丹江也有景区的直通车到达。到达景区门口，必须乘坐景区的交通车才能够进入雪乡。目前雪乡的门票120元，包括了景区的交通车。现在换乘景区的交通车来到了雪乡。如果是拖着行李进雪乡，可以给住宿的老板打电话，他会派人来接行李。这是我们住的客栈，派人来接我们的行李了。嘿，这俩大帅哥。村口有很多狗拉爬犁在等着游客，真可爱。走。同行的伙伴都很想体验一下这个狗拉爬犁。我们先把行李放到客栈里。今天的天气非常不错，气温有零下20度左右。进入雪乡要严格执行48小时的核酸制度。
前面到了我们住的客栈。现在雪乡的住宿条件非常好，都有地热，洗澡都没有问题。这是客栈的小老板，这里的服务非常不错。看看我住的小木屋，非常温暖，尤其是卫生间非常舒服，洗澡很暖和。这里的住宿目前只有不到200元，和以前相比真的是太划算了。同伴们都很喜欢这个小木屋，放下行李我们就出哎呀！这里天黑得非常早，4点就要天黑，所以抓紧时间来拍拍照。这是村口的大石碑，中国雪乡。同伴们看到狗拉爬犁都想玩一玩。回来我再坐前面啊。好嘞。哎，我的宝贝儿啊，我的宝贝儿，这些狗狗都非常可爱。小狗的力量还真不小。我也上去试一试。感觉小狗拉着3个人有点吃力，不过跑起来就快多了。看着小狗扭着屁股还真是好玩。岛主也过来坐上了爬犁。4点钟天就渐渐的黑了，我们准备先吃点软饭。这里有我喜欢吃的饺子，手工包的大饺子，非常好吃，38块钱一盘，一盘18个。吃完饺子准备逛逛这里的大街，这条是雪运大街。去跳一段吧。和往年相比，今年的游客确实少了很多。不过现在雪乡的住宿真的是比以前便宜太多了，而且吃饭的价格也是都能接受的。这个院里有地方可以脱水成冰。2、3。不过这里的场地和设备加上拍照是收费的，50元一位。不行不行。看看，一个比一个泼得好。现在村里的灯都亮了起来，准备去后面的观景栈道上看一看。看看这些小木屋上的积雪。雪乡里有一些木屋是没有人居住的，只要看它房顶有没有冰凌。像这些肯定是没有人居住的。如果是有人居住，因为房子比较暖和，所以一定有一些积雪融化，在屋檐上有一些冰凌。这些房顶上的白雪非常漂亮。
从这个台阶上去就是观景栈道。站在栈道上可以看到下面很多漂亮的小房子。感觉像是走进了童话世界。这是我第2次来雪乡，景色没变，但这里的服务和物价好多了，所以现在来雪乡也不用担心在这里被坑被宰了。前面还有一段向上的观景栈道，不过上面的雪比较多，没有往上走，被大街上锣鼓喧天的声音吸引过来了。这应该是村里的秧歌队。村民们有的非常带劲儿。秧歌扭完，街道上安静了下来，我们也回到了客栈，准备休息。我就在这里等你跨上月海，踏着眼来。最后看看岛主用无人机拍的夜晚的雪乡。今天呀，风雨也不改，安安静静岁月时光荏苒，你或许会徘徊，挥别情情远远，一生尘埃，俯仰皆是无奈。我在红尘等你，人间等你，守繁华之外，揽尽星辰入怀，前尘归来，画一片沧海。我在秋遥等你，寂寥等你，荒壁寒花开，长爱三山覆爱，不为不该渡过去将来。如果你有空，今天雪乡又下雪了，这花朵像肆意的寒风，我不会感动，漫天都飘着雪花。不会到保重。今天来感受一下下着雪的雪乡。早晨一睁眼，雪乡下雪了。暖和吗？是暖和还是热啊，美女？同伴开心的在玩耍。挺好玩的，好玩吧？好玩。本来天气预报今天没有雪，不过早晨透过窗户看到外面已经在飘雪了。雪乡的冬天下雪的天气居多，所以经常有1-2米厚的积雪。早晨的气温零下25度，不过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冷。一起跟着我去看看下雪的雪乡。早晨街上的游客不多，已经有餐厅开始卖早餐了，馄饨20元一碗。
这个就是雪乡的雪运大街。旁边有一些小路通向山上的观景栈道。雪花越飘越大。现在来到了观景的栈道。这里的蘑菇屋雪又厚了一些。已经有人在这里拍照了。这身服装的打扮不错。早晨连最厚的羽绒服也没有穿。和晚上五彩斑斓的世界不同，早晨这里基本是银白的世界。幸亏没有决定今天去看日出，否则也是白跑一趟。雪乡看日出要坐雪地摩托去羊草山去看。上次来雪乡也去羊草山看过日出，没有看到好看的日出，冻得够呛。所以这次决定不去看日出了。看到有几个人在这里做直播。做直播也算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吧。对吧？如果说近距离的看这边，看那你如果临近了，你看那边其实很大很大，是这边吧？这边你看好多朋友说了，那为什么这样的房子上这边是正常咱们都是为什么这样的房子呢是更小？因为这个房子温度非常的高，你看看方向上有气温，到了冬天温度会往上来的，对吧？所以说能来呀。这些做直播的主播非常能讲。看看这房顶的雪。到下午下雪了啊！这都是飞机呀，有狗狗，对呀，狗狗，很好玩这个雪乡。来这雪乡，咱得体验一下这个狗拉雪。雪乡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方，基本上随便一拍都很漂亮。这些可爱的狗狗又开始拉爬犁了。走。这儿呢。大部分人来雪乡基本住一晚就够了。
所以早晨可以看到很多拉着箱子离开雪乡的人。离雪乡不远也有不少非常美的风景。我们今天就准备去离它20公里远的冰雪画廊。吃过早饭，我们准备离开雪乡去冰雪画廊。这是同伴带进来的箱子，感觉这几天已经适应了东北寒冷的天气。几个同伴还在边走边拍。昨天艳阳高照，今天雪还飘。4年前的事实就定在这儿。雪下得越来越大，这是民宿的伙计拉了我们一些行李。而且今天这雪是越下越大。很多人看到下雪非常的兴奋。昨天发了几个镜头狗拉爬里，不少网友都非常心疼这里的狗狗。我也是很心疼，因为太可爱了。看看这些可爱的狗狗。来合影，看这儿啊，1、2、3，看这儿，哎，侧头，正脸，好的。不过如果没有生意，感觉他们更可怜一些。入到了村口的大石碑，准备。我们准备在这里无人机来个合影。如果你有空陪我过个冬，这花朵像肆意的寒风，我不会感动，不会到保重，你有多想我无动于衷。学了几遍从现在坐景区的大巴出景区，曾深拥过的梦，我都想雪下得越来越大了。离开景区，我们准备去下一站冰雪画廊。冷不冷？很冷，但是很兴奋。下一季给大家带来绝美的冰雪画廊。冰雪画廊也是我们这几个人认为最美的一个地方，敬请关注。我现在走在离雪乡不远的冰雪画廊中。这花朵像肆意的寒风，走在这如梦如幻的白色童话里，完全忘记了寒冷。不会到保重，
你有多像我无动于衷？我个人觉得这里才是雪乡之里的精华所在。这里雪下得很大，眼看匆匆，你曾说这里的美应该是终生难忘的。过的梦今天离开了雪乡，我们现在开车去离雪乡20公里远的冰雪画廊。160米后右转。这里就是冰雪画廊景区，这里也是收门票的。嘿，这好玩！我们要先坐这个特殊的车进去。中间稳的。坐这上还挺刺激，挺好玩的。这个交通工具应该叫雪地长龙。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冰雪画廊的入口。现在的雪越下越大，从这里我们要在林海雪原中徒步1-2公里。哇，真美！从这里开始就是冰雪画廊。哇，太美了！这里的冬天景色非常美，有很多的电视剧和电视节目都在这里取过景。哇，太美了！哇，真是童话世界！看着雪下得多大。我在太阳下行走，眼前是一片片空空，不想再次停留，爱的太久，爱的太久，就让风把我吹进水晶的怀中，我要停在那跳动的地方再行走，就让风把我拖进你的梦中。我在大地上行走，太阳、月亮、星星都有。
酒，带着开酒。我在白云上行走，光的照耀我的身后，不想再次停留。带着开酒，带着开酒，就让风把我吹进，吹进你怀中。我要停在那跳动的地方，在心头。就让风把我拖进，拖进你的梦中。就让风把我吹进，吹进你怀中。我要停在那跳动的地方，在心头。就让风把我拖进，拖进你的梦中。一路上真的是太美了。冰雪画廊也是看雾凇最美的地方，尤其是今天又下了雪，更加漂亮。看这上面的雪多厚。我想即使是生活在北方的绝大多数人，也没有看到过这么美的雪景吧。也可能是下雪的时候不觉得冷，走在这里真的忘了寒冷。如果你有空陪我过个冬，这花朵像肆意的寒风，我不会感动，不会到保重，你有多像我无动于衷。我以为会不痛，学了几遍从容，不是自痛，眼看匆匆。你曾说的心疼，曾深拥过的梦，我倒想问，这算哪门子喜欢？雪下的时候是想念的汹涌，雪停的时候大概扑了空。你千万别念旧，别对我宽容，我多半会心痛。雪下的刚好，提醒我抱不到这白色的外表，多想再求饶。那冻裂的伤口，还需不需要你治好？祝生哥回来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里面就是拍智取威虎山的地方。我以为会不痛，学了几遍从容，无师自通，眼看匆匆。你曾说的心疼，曾深拥过的梦，
我的想问，这算哪门子喜欢？雪下的时候是想念的汹涌，雪停的时候大概扑了空。你千万别念旧，别对我宽容，我多半会心痛。雪下的刚好提醒我抱不到这白色的外表，多像在求饶。那冻裂的伤口还需不需要你治好？雪下的时候是想念的汹涌，雪停的时候大概扑了空。你千万别念旧，别对我宽容，我多半会心动。雪下的刚好提醒我抱不到这白色的外表，多像在求饶。那冻裂的伤口还需不需要你治好？没看那袍子吧？这应该就是袍子吧。冰雪画廊的徒步就这样结束了，真的太美了。接下来带大家去看黑龙江的最高峰大秃顶子山的绝美风光，请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的东北之行。大雪听沉默的声音，飘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这里是黑龙江的大秃顶子山，也是黑龙江的第一高峰。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陷入深夜或期盼天明。哎，真的很好，很有动感。冰雪画廊和大秃顶子山两个算一个大景区，一般到雪乡的人都会同时玩这两个地方。门票加这个雪地长龙还有雪地摩托的套票，原价大概400多。如果向民宿的老板购买，可能会有一些优惠。这两个地方的风景都非常有特色，但是价格也确实贵一些。因为价格贵，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但是沿途也有一些免费的观景平台。现在经过的就是一个免费的栈道和观景台。你别上了。所以如果觉得冰雪画廊和大秃顶子山的费用比较贵，也可以在这里多玩一会儿。有不少旅行社也会在这里停车，但是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今天因为下雪，这里的栈道都是雪，不好爬。当然景色和冰雪画廊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在这里待了几分钟，就前往大秃顶子山了。大秃顶子山是黑龙江的第一高峰，1600多米。去大秃顶子山景区需要坐这个雪地摩托，这个车的速度很快，大概要开10几分钟。现在准备上车，往山上出发。你俩坐37号，大哥，快上，快上啊！准备出发。雪地摩托开得非常快，这是航天旗改编演唱的《智取威虎山》。今日统一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更加热血写春秋。坐这个摩托还是挺颠的。现在基本上快到达了山顶。大秃顶子山，黑龙江第一高峰，1690米。现在要从这条巨龙的龙身子往上爬。地方原来有个出口，这个不错，避免了刮风下雪。这里面大概也要走1公里，尤其是后面还挺陡的，里面也全都是雪。终于走出来了。这个是龙头走出来了，巨龙。外面全都是大雾，刚刚下过雪，能见度很低，感觉进入了仙境。如今窗外满地片片寒花，一瞬间永恒的时差，我在棉被里。能见度很低，只能看到近处的几棵树。大雪听沉默的声音，飘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等。不过还是觉得非常美，在这里随便拍照都是一幅水墨画。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陷入深夜或期盼天明。晕空的泪一如冰凌接近了，中雪花坠。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裹紧棉被或面对寒冷。其实山顶上还有很多地方非常美，如果是蓝天白云就更好了。可惜雪下得太深，不好走，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散步。看，2个同伴也在拍照。如今
寒风吹来一缕声音，一瞬间看着你走近，暖了我痛心。倾听踏雪听沉默的声音，飘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等你。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渐入深夜，我期盼天明。云空的泪，一如冰凌接近了，盛雪花坠。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握紧棉被或面对。那晚上我是那个世界，说好的爱会不会改变？你让我徘徊在情敌之外，让我等待好久，baby。突然间那是那个世界，你终于出现，就是那个瞬间，等了好久，忍不住伸手。那个瞬间，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深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渐入冬令，我走向街灯，云空的泪，一如冰凌接近了，盛雪花坠。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暖着冬心，或面对寒冷。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进入冬令，我走向街灯，握紧棉被，或面对寒冷，暖着冬心，或面对寒冷。感觉是经历了一场梦境。山上的风很大，气温很低，待了一会儿准备下山了。今天如果山顶是晴天就完美了。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暖心就是你的眼睛，你什么都不必说，也风景绕我，这是你惹怒了生命，让你去还那么年轻，都怪你变成了冰冰，在一个人冷漠和无尽。如果有时间，你回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下一站前往哈尔滨。谢谢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的东北赏冬之旅。